们出来混是要讲义气的。雷洛在那帮英国混蛋老面前救过我，得人恩果千年记。你们老爸有没有教过你们？今天给洛哥一条生路，我阿豪一定会还给你们。我叫武世豪，本是个在香港混饭吃的底层蝼蚁，立志和我的兄弟们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后来我遇到了洛哥，用一条腿换得了他的半壁江山，成为了灰色区域的地下皇帝。1960年，香港在英国的殖民下，警黑勾结，腐朽不堪。而此时，我带着3个兄弟，踏上了这个被黑暗笼罩的土地。初来乍到的我，只能靠着打工维持生活，可那微薄的工资却难以承担众人的开销。无奈之下，我们决定去充当打手挣钱。你们又去打架呀？打工2块，打架30块，10次有9次都打不成，去瞎喊吐2毛就收钱了。有头发，哪个想做光头啊？到了夜里，大灰熊和公仔强带着手下走上街道，双方拉开架势，大战一触即发。此时，我带着兄弟们姗姗来迟，赶忙混入队伍中。眼看双方大哥吵得不可开交，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赶紧让兄弟们拿起武器。果不其然，意外发生了。你要丢液，等我先喝完了。在猪油仔酒瓶的助攻下，双方瞬间缠斗在一起。没办法，我们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在一番混战中，我犹如战神附体，将这些小弟们打得人仰马翻。同时，我的勇猛也引起了雷洛的注意。正当我势不可挡之时，亨特带着防暴队赶来。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扮成便衣警察，企图蒙混过关，可不料还是被他发现。随后，亨特带人追了上来，将我们堵在一辆公交车上，让手下对我的兄弟们拳打脚踢。为了避免兄弟出事，我只好出手制止。我把亨特扔到车厢下层，夺起警棍反击，很快就把他打得昏死过去。可下一秒，雷洛就带着手下赶来。放下警棍！我叫你放下警棍！最后我保你没事。是不是苏大管？你傻呀！去大馆他不就死定了？肖启文，我兄弟怎么办？当然一起。随后雷洛把我们带到他所管辖的警局，我们才逃过一劫。他嘱托警长阿正照看我们后，便转身去参加记者发布会。可他前脚刚走，记仇的亨特就找上门来，一见面他就对我一顿暴揍。尽管我的兄弟们奋起反抗，换来的只有水枪伺候。就在我快被亨特打死之际，一群记者突然赶来，端起相机疯狂拍摄。No, stop！ 诶，阿 Sir， 你在这儿 Get out of here！ 曝光了，还不走啊 I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doing, and you won't go away with it. 亨特离开后，雷洛赶紧前来看望，看到我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马上吩咐阿正送我去医院治疗。在小护士的精心照料下，我终于醒了过来。是谁送我来医院的？陆哥，我的兄弟呢？他们在别的房间呢。话音刚落，猪油仔便带着我的兄弟们来看我。他不仅给我们送上1000块的生活费，还承诺等伤好后带我们挣大钱。此时我不禁佩服雷洛的手段，2次救命之恩就把我拿捏得死死的。可秉着君子论迹不论心的原则，我还是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伤好出院后，便去置办了几身衣服，改头换面在尖沙咀一带做事。正当我们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好兄弟大为因偷了肥仔超的钱去赌博，被其发现后吊起来毒打。闻讯赶来的我自知理亏，便抱了2个啤酒瓶给肥仔超赔罪，不料他却并不领情。以为抱2个瓶子就了不起？我的小弟天天爆头啊！那您想怎么样，超哥？我知道你打架很厉害，不过不知道真的假的。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也不再隐瞒，立刻切换宗师叶问的大号，对着旁边的马永贞一顿猛攻。但我拳拳到肉的狂轰乱炸下，他很快就被我打得倒地不起。看着自己最厉害的手下居然不是我的对手，肥仔超对我的态度骤然大变，赶忙让手下把我们拉开。超哥，我够不够资格啊？你以后就跟我吃饭，我保证你要女人有女人，要钱有钱。1万块？什么？我今天拿了你1万，我今后帮你赚回10万。你他妈贪心呐！跟我一模一样，我喜欢。说罢，他拿出1万块扔给我。自此之后，我们便跟着肥仔超彻底步入灰色行业。不过在生意上，我依然坚守着底线，不仅不让兄弟们碰面粉，也不允许他们卖给未成年。后来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便想接妻儿一起来住。不料他们在偷渡的途中遇到了水警，为了躲避检查，船长把他们赶到水中，但2人却不幸溺水身亡。等我赶到码头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那一刻，丧妻丧子之痛如同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从此我便一蹶不振，在九龙城寨混吃等死。而恰好这时正是雷洛需要我的时候，他刚坐上邮监区探长一职，需要对当地的黑帮势力重新洗牌，而他只信得过我，但考虑我当时的状态，便没有找我帮忙。
他穿上防弹衣后，孤身一人来到鼎爷的地盘。此时我的手下打听到严童和肥仔超等准备给雷洛设一场鸿门宴的事情，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救命恩人陷入绝境，决定前去帮他解决。另一边，雷洛见到了鼎爷，可还没开始谈，鼎爷的手下就反水了。他的侄子公仔强一枪将他爆头。雷洛见状大吃一惊，不等他反应过来，就被数枪打中。好在他穿了防弹衣才没有受伤。为保性命，雷洛赶紧向外跑去，可公仔强却威胁众元老，说是雷洛杀了鼎爷。小弟们一听勃然大怒，立马追了上去。就在他走投无路之时，我及时赶到救下了他。我把雷洛拖入巷子中隐藏起来，自己先去杀出一条血路。在我英勇无比的攻势下，他们被打得屁滚尿流。正当我手感火热时，却不料中了埋伏。他们用绳索缠住我的一条腿，把我拖到了肥仔超面前。这个王八蛋，我这么信任你，竟然敢做叛徒反我！做英雄是吧？做英雄！雷洛看到此景，想要出手相救，可枪里早已没了子弹。此时远处传来枪声，雷洛瞬间应声倒地。好在关键时刻，猪油仔带着警察赶到，帮我们解决了危机。事后，我们被送进医院抢救，虽然最终都活了下来，可我的右腿却彻底废了。洛哥摸着我的伤口，心痛不已。他承诺会给我一个交代，并跟他一起荣华富贵。说罢，便让猪油仔绑架了肥仔超，以在其车内发现面粉为由，惩罚他喝一杯司法奶茶。不要开这个玩笑啊，会死人的！我就想会出事儿的。不，今晚你在这里过夜，闹肚子闹到趴下为止。在猪油仔的威逼利诱下，肥仔超最终认罪入狱。之后，洛哥的地位彻底稳固，他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将一半的天下分给我。从此，我们在黑白两道各自为伍。这个天下分黑白，白我最大，黑你最大。兄弟，跟你多说一句话，你现在看到的香港都是英国老管，就算我，你都能杀。但是不能杀英国警察，忍得住，这个天下就是我们两兄弟的了。在洛哥的扶持下，我的势力愈发强大，财富和地位也水涨船高，不仅在黑道上有了话语权，还和警局里不少人搭上了关系。可这些都被猪油仔看在眼里，他怕我野心膨胀，就跑去洛哥耳边吹风，使得洛哥对我设下了防备。而英国佬也察觉到我的危险，放出肥仔超来制衡我。他们之后更是找到洛哥，提出要把面粉生意四分天下。洛哥心里虽不情愿，可面对英国上司，他只好妥协。当晚，洛哥把众人叫到家里，想化解我和肥仔超的仇恨。今天是我的大日子，给我个面子。肯定给啊。今天他第一天出来，之前的事都先放下，过了今晚我不管，行不行？碍于洛哥的面子，我勉强答应。可这家伙却对我阴阳怪气。是啊，豪哥，做人不能小气啊，大方点。看你现在衣着光鲜，连这根拐杖都富贵逼人呐。我想我现在走路都没你快吧。不好意思，人都齐了，打4圈吧。好啊。在赌桌上，洛哥把香港的面粉生意分成4份，由花仔荣、玫瑰、肥仔超和我分别负责。花仔荣一听一个女人就要分走他的份额，当场就不乐意了。而我得知肥仔超也来抢，心里更是火大。就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洛哥瞬间没了打牌的兴致，起身让玫瑰接手。玫瑰一上桌便直言，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洛哥给，想赚钱就听话照做。此时大家瞬间熄火，也不再反对。地盘分完后，我越想越气，回忆起肥仔超之前对我的种种行为，心中的怒火不禁喷泄而出。我拿起水果刀，直接割下他的耳朵。破两梦，你发什么疯啊？我这个腿怎么算？洛哥，他疯了！我不是给洛哥面子，我今晚就抓了你！雷洛知道是自己对不住，便没有阻拦。把耳朵捡起来，把耳朵捡起来！第二天，一家人正吃饭，却迟迟不见阿平。最后我得知他在楼上，便去喊他。可我刚打开房门，就发现他在吸食面粉。我顿时火冒三丈，把他拉到客厅叫去。可一向胆小的阿平，这次竟反驳我：“你凭什么管我？全香港卖白粉卖的那个最多的大毒贩是你呀！”看着亲弟弟变成这副模样，我心如刀绞。我让大威把他关在房间，帮他戒毒，同时还放出狠话：谁敢卖面粉给阿平，我就把他手给剁了。后来，金三角的宋蔡将军中风去世，乃密接手了面粉生意。洛哥怕花仔荣和肥仔超捷足先登，便希望我去金三角和乃密搭上线。于是我立刻带着兄弟前往泰国，对接人表面热情欢迎，还说拒绝了花仔荣他们。可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知不知道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要有信用。他见事情败露，想动手却被我制住，手下小弟也被大威他们轻松搞定。谁料一个服务生突然发难，手持匕首刺向细微。细微虽然解决了他，自己却受了重伤。我知道再待下去凶多吉少，便以接待人为人质，带着大家跳上小船逃离。细微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浩哥，带我回家，带我回家。路老鸭薄荷，波苏街。最终细微饮恨西北。此时我悲痛欲绝，把接待人和兄弟放在一口棺材里，将他活埋。之后我们找到了乃密，我挟持他的妻子跟儿子作为人质，逼迫他答应跟我们合作，最终拿下了金三角的贸易。还没等我们高兴太久，阿平却在香港出事。由于没人看管，他的毒瘾又犯了，跑去酒吧想买面粉，可没人敢卖给他。肥仔超看到后借机使坏，把他拉到了亨特面前。 So this is Limpy Ho's little brother. Let's have some fun. 放开！你跟我喝一杯，就给你了。谢谢。这鬼佬流出来的，都大杯的，喝了它呢，这里的货都给你了。面对众人的羞辱，阿平愤怒地把尿甩到他们脸上，这也彻底地激怒了亨特。他拿起酒瓶砸向阿平的头，最终把他打得昏迷不醒。随后我闻讯赶到医院，当得知阿平变成植物人后，我怒不可遏，转身要去找亨特报仇，可却被洛哥拦住。我会搞定肥仔超，是肥仔超，是死鬼亨特，他现在搞我弟，我要他全家死。你不能杀警察，那还是英国警察，我们跟他们斗不过。怎么斗不过啊？现在全香港的货都在我手里，全香港警察都是我养，只要你说一声，把警察总部收了都可以。在众人苦口婆心的劝阻下，我心中的怒火渐渐平息了些。此时阿平又吐血了，我马上去看望他。就在我们进入病房时，洛哥从电视上看到港督要成立廉政公署的消息，他突然意识到香港要变天了，便决定带着家人逃到国外。可洛哥第二天刚准备离开，猪油仔就跑来告诉他我晚上要去杀亨特的消息。此时雷洛大惊，赶紧拿出亨特贪污的证据，让猪油仔联系阿正交给廉政公署，想借他们的手抓捕亨特，免得我犯下大错。而我早就带着兄弟们蹲守在亨特经常去的酒吧门口，等他喝得烂醉如泥，带着手下准备离开时，我开着铲车出现，一脚油门把他们撞进店里。就在我要处决亨特的时候，严童带着人赶来，无奈之下，我只能跳下铲车和兄弟们并肩作战。可奈何双拳难敌四手，很快我们就落入下风。为了保命报仇，我们只好先行撤离。逃回住所后，我翻出藏好的武器，准备和严童他们决一死战。为了不拖累兄弟，便让他赶紧撤离。可他是要和我同生共死。见此情景，我也不再多说，手持喷子对着追来的肥仔超等人一阵猛打，最终把他围在了死胡同。在我的不断攻击下，肥仔超被逼到绝境，最终跌下炉摔死。另一边，洛哥带着水警来救我。我们接到了命令，要进城寨抓个犯人，叫武世豪。我们正在里面执行任务，任何人都不能进。是谁说的？严童总华探长，明天他才是。12点以前，我还是总华探长。亨特来，我也不会给他面子。让开，让开！最终，洛哥成功进入城寨，而此时我竟意外遇到了亨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立刻开枪，可却被他躲开。于是我怒火中烧，冲上去和他交火。由于火力悬殊，我只能躲在墙后。这时他的手下突然出现，开始对我前后夹击。太后！此时亨特率先开枪，用子弹击碎墙壁，让我从上方掉落。好兄弟见状，立刻冲上去扑倒亨特，不料却被亨特挣脱开来。他捡起地上的枪，果断击毙了好兄弟。我看着此情此景，悲痛欲绝，却已无力再战。正当他要解决我时，洛哥及时出现，并打伤了他的胳膊。亨特见状，顾不得杀我，转身逃跑。让亨特走后，我艰难地从废墟中爬出来，趁洛哥不注意，把他打倒，并抢走他的配枪，继续去追亨特。在我的穷追不舍下，最终我把亨特逼到了天台。此时他已经无路可逃，我开枪打穿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反击。此时洛哥也及时赶到，他见我即将解决亨特，便捡起地上的枪威胁我：我们身边的那些兄弟姐妹都为我们死的一个不剩，你一枪打死他，也救不回他们。留个机会给你自己，留个机会给你儿子，留个机会给阿青。听完洛哥的话，我渐渐放下手中的枪，可下一秒，我还是扣动了扳机，了结了亨特的性命。洛哥看到这一幕后，没有多说什么，他开枪打伤自己的手臂，用衣服擦掉指纹，把枪放在亨特手里，又帮了我一次。
最终我以误杀的罪名被逮捕，而若哥逃到了海外，一生都没能再踏上香港的土地。回顾我这一生，从最卑微的蝼蚁爬到了权力的王座，却被时代砍断脖颈，只剩一截残躯在历史洪流中沉浮。